90岁的奶奶胃口突然越来越好了，她一个人能吃掉3大盆肉。可有人却评论道，这根本就不是你奶奶，而是一只人面熊。我奶是网上的网红奶奶，她今年已经90了。由于我奶的胃口奇好，所以被人亲切地称为吃货姥姥。今天我奶准点开始直播，她面前是满满一盆牛肉。我奶咧开嘴笑着说道，各位小朋友们晚上好啊，今天姥姥给你们直播吃牛肉。直播间很快就涌入了一批我奶的死忠粉，来看吃货姥姥直播了，下饭神器。我孩子之前吃啥都没胃口，看了姥姥直播后炫了2碗饭。我笑眯眯地看着这些弹幕，可有一条弹幕却显得格格不入，还什么吃货姥姥呢？这分明就是一只黑熊。我皱了皱眉头，我奶不识字，所以也看不懂这些弹幕。她大口地吃起了牛肉，这就是一只披着人皮的黑熊，你奶早被黑熊给吃了。我有些生气，这人是有病吧？直播间我奶的粉丝也开始堆起来，你这么攻击姥姥有什么目的？姥姥这么可爱，你竟然说她是黑熊，别理她。家人们，这种人就是找喷的。那人又说话了，呵呵，我杀了一辈子黑熊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我问你，你奶奶是不是以前也没这么能吃，突然胃口变好的？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1个月前突然这样的吧？我愣住了，因为我奶的确是1个月前的某一天，胃口突然变得特别好。仔细想来，好像是我奶旅游回来之后。之前奶奶和寻常的90岁老人一样，胃口一般，可旅游回来之后，她不仅胖了1圈，就连精神和胃口都好了不少。我偶然给她拍了几个视频，传到网上就火了。吃货姥姥还真的是1个月前才开始直播的，这有什么？随便去看下直播日期不就知道了吗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用这一套骗人呢？直播间的网友开始为我奶打抱不平，那人却不依不饶，你奶奶是不是连作息时间都变了，昼夜颠倒了，白天睡觉，晚上才起来活动？我一愣，那次旅游回来后，我奶的作息时间一整个大改变，从原来的早睡早起变得比我还能熬夜。我问她为什么突然这样，我奶笑呵呵地说道，之前团里有好几个年轻人，跟他们在一起久了，我也想试试年轻人是怎么生活的。一开始我爸妈还担心我奶的身体，可时间久了，我奶非但没有虚弱，反而精神头越来越好，人看上去也年轻了不少。眼看直播间的弹幕越来越多，我奶眯着眼睛问我，丫头，直播间的人都在说什么啊？我连忙找了一个理由搪塞了过去，奶，他们都在夸你呢。我奶听后十分开心地笑了起来。那人又发了新的弹幕，你奶奶的嗅觉也变得非常灵敏，我说的对吧？她的确没说错，奶奶的嗅觉变得格外灵敏。有一次我半夜进她房间，想看看她被子有没有盖好，我明明已经特意放轻了脚步声，可还是被我奶发现了。她朝我笑着说道，丫头，你站在门外的时候，我就闻到你身上的味道了。这种巧合让我有些不安。那人又说，你奶奶也是从1个月前长出了新牙齿和毛发的，对吧？我看了一眼吃得正欢的我奶，她露出的牙齿十分锋利，比正常人要尖很多，完全就不像是一个90岁的老人。这人说的没错，我奶旅游回来后，牙齿和身上的毛发全长出来了。我虽然纳闷，可这对于我奶来说是个好事，也就没放在心上。可现在种种巧合都被这人一一说了出来，我心里总觉得不对劲。直播间有网友找出了我奶1个月前的视频对比，我去，虽然我觉得这个青云道长在胡说八道，可吃货姥姥1个月前的视频里的确牙齿都掉光了，还真是。这个道长说的不会是真的吧？怎么可能有老人短短1个月长出了新的牙齿啊？大家别听这个清风胡说八道，本人医学生，老人重新长出牙齿是有先例的。虽然这种情况微乎其微，但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。可是你们没人觉得吃货姥姥的瞳孔大小都变了吗？我刚看了作者最早发的视频，那时候姥姥的瞳孔可没现在这么大呀。别说了，我真的害怕。我越看姥姥的眼睛越觉得吓人。眼看直播间的弹幕开始乱作一团，我只能提前结束直播。我奶还有些不解，丫头，我才刚开始吃啊，怎么就关掉了？还有很多胃口不好的小朋友等我下饭呢。我盯着我奶的眼睛，发现她的眼睛的确和之前有些不一样。之前奶奶的瞳孔分明是正常人大小，可现在她的瞳孔却看着又黑又大，分明就比之前大了1倍。老实说，的确十分瘆人。我奶吃完1盆肉后，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。她咧嘴笑的时候，我看见她牙齿好像比之前更尖锐了一点，乍一看更像是某种野兽的牙齿。丫头，我还饿，再给我煮1盆肉吧。现在我奶的食量都已经超过我们全家食量的总和了。奶，你吃太多了，睡前吃这么多不太好的。一瞬间，我奶的脸色变了，她的瞳孔眯成狭小的一条线，直勾勾地瞪着我。不过很快，奶奶恢复成了平时和蔼的样子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丫头。我奶笑眯眯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。等我奶回房间后，我收到了清风道长给我单独发来的私信。黑熊身上是有异味的，
就算他穿了人皮，还是掩盖不住身上的臭味。你奶奶是不是在1个月之前开始喷香水了？我心里一惊，这件事也被他说中了。我奶的确从旅游回来后就开始喷香水，我妈还打趣她是不是看上哪个老头子了。我后背越来越凉。他得不到满足后，迟早要对你们家里人下手。这种黑熊叫做人面熊，吃人之后会钻到人皮里，他吃了脑子之后还会有原来人的记忆。我之前遇到过人面熊，他伪装成原主人，跟他的一对妻女生活在一起长达3个月之久。最后我赶到的时候，那只人面熊已经不见了，家里只剩3张腐烂的人皮。我追了这只人面熊有1年之久，我怀疑你奶奶就是我追的那只人面熊。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姑娘山附近。看到姑娘山这3个字，我顿时瞪大了双眼，因为我奶跟团旅游的地方就是姑娘山。冷汗从我额头冒出，难道我奶真的是人面熊？你要是不相信，可以等会儿在她的房间里放一块生肉，黑熊是无法抵挡肉的诱惑的。我颤抖着回复道：道长，要是我奶真的是你说的那只人面熊的话，要怎么办？带你爸妈逃得越远越好。人面熊一旦定下了想要追杀的目标，就会一直追杀你们。如果你奶就是我一直追踪的那只人面熊，这熊已经吃了很多人了，它实力很强，我拿它也没有办法。我决定先按照这个清风所说，在我奶房间里放一块生肉试试。我强忍着困意，熬到了5点多，天都已经亮的时候，我蹑手蹑脚地来到我奶房间口。我奶应该已经睡了，我小心翼翼地推开门，我奶打着巨大的呼噜声。我把生肉放在她床边不远处的角落里，那块生肉血淋淋的，如果我奶不是黑熊，她肯定是不会吃的。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我瞥见我奶不知何时睁开了眼睛，她面无表情地斜着眼睛看着我，眼睛像是冒着绿光。丫头，你一大早在我的房间里做什么呢？我奶半眯着眼，直勾勾地看着我问道：奶，我过来看看你踹被子了没呢？你忘记前几个月你半夜踢被子，感冒了半个月，把我们都快担心坏了。我连忙挤出一个微笑，我奶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放心吧，我现在早就不会踹被子了。倒是你在我房间里放了什么东西？我奶吸了吸鼻子，我没想到她的嗅觉这么灵，那肉我藏在角落里，还是被发现了。我睡不着，大黄一直吵我，我想拿肉喂它呢，来你房间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掉了。我只能把生肉拿出来。当我拿出肉的那一瞬间，我看见我奶的瞳孔变得似乎更大了一点，我分明看到她吞咽了好几口口水。我的心沉了下来，这生肉闻着十分腥，普通人闻着都觉得恶心，可看我奶这样子，像是十分渴望一样。我奶眼珠子转了转，我这昨晚就没吃饱，看见你这肉又饿了。丫头，你给我煮点肉吃吧。我故意把生肉递到我奶跟前，我奶却露出抗拒的表情。这生肉臭死了，难怪我一下就闻到了。她脸上的嫌弃十分真实。好，我这就给你煮肉去。我心有余悸地来到厨房，把这事告诉了清风道长。清风道长也没睡，很快回复了我。看来这只人面熊已经吃了太多人，智商变得更高了。它甚至懂得忍耐，抵抗肉的诱惑了。它每吃掉一个人，智商和力量就能变得更高。等它吃腻这些肉的时候，就会开始对你们下手了。我着急了，道长，那怎么办啊？还有一种办法，我给你寄一袋我专门研制的对付人面熊的毒药。人面熊警惕心非常强，我之前一直没有机会靠近它，但你有下手的机会。可这种毒药是不可能一次性杀死它的，只能让它更虚弱，我就能对它动手。我愣住了，因为现在我心底只是有些怀疑而已，可让我真的给我奶下毒，我是怎么也做不到的。清风道长见我迟迟没有回复，便回道：我知道你现在还没有完全信任我，这样吧，你去看看你奶脖子后头是不是有个伤口，人面熊钻人身体里头也不会毫无痕迹，那伤口就留在后脖梗处。我刚准备回复清风道长，瞥见玻璃门内站着一道身影，我奶就站在厨房门后，她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也不知道站在那儿多久了。我一激灵，奶，你吓死我了，你怎么走路没声音的？我奶脸上挂着一种十分古怪的表情。丫头，你听过一句话吗？动物走路是没有任何声音的。一股恶寒从我脚底升起，直接窜到脑袋顶上。我奶却笑了，瞧你脸上的表情这么难看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别人都说这人越老啊，就跟猫儿一样走路没声了。我奶自顾自地说着，又吸了吸鼻子。丫头，好香啊！她盯着我，咧开嘴微笑着说道。我突然觉得奶奶笑起来有些吓人，牙齿似乎变得更加尖锐了。我甚至不知道她到底是在说肉香，还是在说我香。我听到奶奶的肚子发出咕噜噜的叫声，她看着锅里的肉，几乎双眼冒出了绿光。奶，这肉还得再煮一会儿，还没熟呢。可我奶却仿佛饿得受不了了，直接就把肉捞了出来。她像是完全察觉不到烫一样，把半生不熟的肉全塞在嘴里。我奶狼吞虎咽地咀嚼着，甚至连骨头都被她嚼得咯嘣作响。看见我奶这种瘆人的样子，我愈发的倾向于这是那个人面熊。
他背对着，佝偻着身子，正在大口吃肉。我悄悄地靠近他，我要看看他脖子上到底有没有伤口。我奶声音突然阴沉地说：丫头，你想干什么呢？我连忙说道：奶，你脖子上有个蚊子，我正准备帮你弄掉呢。我奶缓缓地说道：是吗？让我想不到的是，他主动掀开了自己的头发，我看到他脖子上干干净净的，没有任何伤口。这一眼，我彻底松了口气，这说明奶奶根本就不是人面熊。丫头，你这2天怎么看着都怪怪的呢？我冲他笑了笑：奶，这肉半生不熟的，你吃了会生病的，我再给你煮煮。见我这么说，我奶也听话的坐到沙发那边去了。我给清风道长发去了私信：道长，我看了我奶的后脖子，没有伤口，她不是你说的那只人面熊。不可能，你奶绝对是人面熊，我是不会认错的。如果她脖子上没有伤口，那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她穿了2张人皮。我觉得有些无语，这清风道长说话咋越来越玄乎了？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又收到了一个新的陌生人的私信。这个陌生人网名叫职业猎熊人。你好，昨天是不是有一个叫清风道长的人私信了你？他还告诉你，你奶奶是一只人面熊，你可千万不要信这个清风道长的话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只人面熊。我愣住了，这反转来得太突然。清风道长原本是我师弟，我们一直在追踪一只人面熊，这只人面熊是我们遇到最狡猾的一只，我们一路追到了姑娘山附近，可就在那，我和师弟失去了联系，他失踪了。等我再看见他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被人面熊吃了，人面熊穿上了他的人皮。你奶上个月去过姑娘山，对吧？人面熊这精怪对看上的食物非常有执念，他一定是在那个时候就盯上你奶了。不过他没找到机会下手，他是不是问你要地址了？我心底一凉，清风道长的确问我要了地址，说要给我寄他研制的能毒倒人面熊的药，但我没给他。一旦人面熊知道了你奶在哪里，他就会过来吃掉你们一家。我没有办法对付这只人面熊，所以你千万不能告诉他地址。我感到毛骨悚然，难怪清风道长能知道这么多细节，原来他就是那只人面熊。你们一家已经被人面熊给盯上了，千万要小心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人面熊这种东西有一个弱点，他们是靠嗅觉来辨别人的，但视力非常的一般。我杀不了人面熊，但我有法子可以让他暂时找不到你们。你去找一只刚出生绝夭折的黑狗，记住必须全身是黑色的，一根白毛都不能有，用黑狗血涂在身上，就能暂时掩盖你身上的气味。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在帮我，刚巧我邻居家的黑狗生的小狗崽死了，这夭折的黑狗有了，邻居也不知道我拿狗有什么用。我只说了最近对标本研究有点兴趣，不过邻居看着我欲言又止。徐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？徐姐看了看我，又往我身后看了看。小苏，你家没出什么事吧？可能也是我眼花了。前段时间半夜我刚好睡不着，起来喝水，我就看见你家2楼的窗户大开着。那天是雷雨天，我还以为是你们忘记关窗了，正想着要不要去提醒你们呢，我就看见一个黑影从窗户里爬了出来，黑乎乎的很大一团，我当时吓坏了，因为那玩意看着实在是像。徐姐的脸上露出一丝恐惧的表情。黑熊看起来就像是一只熊，可是却长着人的脑袋。我整个身子都僵硬住了。徐姐，你确定你看到的是一只黑熊？有可能眼花了，因为那熊长着人脑袋。徐姐的表情也变得不确定起来。那你看清那张人脸了吗？我紧张地屏住呼吸。那东西很快就消失不见了，我没看见过他的正脸。回到家里后，我魂不守舍，惴惴不安。如果那只人面熊早就已经找到我家了，为什么不对我们动手呢？难道有其他恐怖的原因？早上睡得好好的，突然被一阵急促的警报声惊醒。接着业主群发来一条消息：大雾7天后消散，在此期间请遵守以下规则：1. 物里有毒，在此期间请不要接触大雾。2. 冰箱里无论有多少食物，也只能吃1天。3. 家里是安全的，不过只能1个人待在家里，如果家里有2人及以上就会集体死亡。4. 假设食物吃完，你可以下楼去买食物。5. 不要相信任何人，请保护好自己。若是有人敲门，千万不要开门。6. 社区没有服务人员，若有人自称是服务人员，一定是冒充的。7. 大雾期间，千万不要出门。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发群消息的人，竟然是物业经理老陆。起初大家都以为是老陆闲着没事搞恶作剧，直到群里发出一张女人惨死的照片，所有人瞬间炸开了锅。一个女人面色惨白地躺在地上，她竟然七窍流血嘎了。我顿感后背发凉，赶紧在群里询问这是怎么回事。我女朋友不相信，打开窗户把脑袋探出去，就变成了这个模样。这也太可怕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为什么打电话报警没信号？看来规则可能是真的，是不是遵守规则就可以活过7天？不一定，规则里有很多矛盾的地方。难道这些规则有真有假？几条消息之后，群里突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砰砰砰，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。小周，我是你李姐，你家里有南瓜吗？大宝想喝南瓜粥。李姐住在我的楼下，是个单亲母亲，
平日里对我很照顾，可一想到第5条规则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抿紧嘴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响。李姐又喊了几声，直到走廊里传来了哒哒的脚步声，我才凑到猫眼向外望去。可李姐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，一整只眼睛几乎都贴在了猫眼上，吓得我差点喊出来，心扑通扑通狂跳起来。小周，我知道你在家，你把门打开好吗？给我一个南瓜我就走，大宝真的想吃南瓜粥。李姐的声音有些嘶哑，带着一丝哀求。李姐，我家也没有南瓜。我下意识地拒绝。猫眼里，李姐的表情很诡异，似乎在笑。她转过身，僵直地向对面走去。她走到301的门口，突然停下脚步，再次敲门，嘴里依旧重复着刚才对我说过的话。301迟迟没有动静，李姐变得有些暴躁，用脑袋一下又一下重重地撞击着门板。她仿佛感觉不到疼痛，身体僵硬得像一块木头。谁啊？有病吧？301男人暴躁的质问声响起，下一秒是吱呀的开门声。我在心里为他捏了一把冷汗，只听见一声惨叫，男人径直地倒在了地上。不一会，我的房门再次被敲响。小周，开个门，给我一个南瓜吧。李姐，我家里真的没有南瓜，大宝正在家里等你，你快回去吧。一听到女儿大宝的名字，李姐混沌的眼睛有了一丝光亮。宝宝在等我。随后她机械地转过身，僵硬地朝家的方向走去。没走几步，李姐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上，没了声息。如果说301的男人是因为给陌生人开门，违反了第5条规则，可是李姐是什么原因答的呢？因为她出门了吗？真是太可怕了。好不容易熬到了中午，我决定熬点粥给自己补充些体力。可打开冰箱后，我有些发愣，早晨还很新鲜的蔬菜竟然都发蔫了，水果上还长了密密麻麻的斑点。我颤抖着手拍下了这幅画面，发到了业主群，随即有很多人响应了我。我家的也是，水果都烂了，我家冷藏的肉竟然有些发黑了。你们听说过生大米长斑点的吗？我正打算回复，群主突然给我们所有人都禁了言。接着老陆发来了一条新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家中不可以有尸体，否则会引来贪吃鬼。这条规则让我毛骨悚然，只听到窗外传来砰砰几声巨响，是重物落地的声音。我拉开窗帘，外面雾蒙蒙一片，小区绿化带边上出现了很多横七竖八的尸体。在生死面前，人果然都是自私的。我好庆幸自己是个单身狗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。这时门外又传来了敲门声。我是物业的，下面邻居反映你们家漏水。社区没有服务人员，若有人自称是服务人员，一定是冒充的。我想起这条规则，这时候开门就是傻子。突然门外传来一声尖叫，接着就是啃食声。我心里咯噔一声，估计还真有傻子。提心吊胆地熬过第1个晚上。第2天一早，我下意识的就先跑到了厨房，打开冰箱一看，食物已经全部腐烂了，还隐隐散发着臭味，这可怎么办？正在我纠结时，门再次被敲响，我吓了一个机灵，什么玩意儿？敲了2下又没了动静。这时业主群再次传来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门口放有防护服和防毒面具，有效时间1小时，请在规定时间内回家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我屏住呼吸，大着胆子透过猫眼一看，门外果真放了一套防护服和一个防毒面具。我小心翼翼地把门开了个小缝，伸手把它们拿了进来。我发现门口李姐和邻居的尸体已经不见了。我现在有防护服，可以出门买食物，那就说明之前规则里大雾期间千万不要出门这条规则是假的。如果不出门，我估计也熬不过7天。穿好防护服后，我果断下了楼，走进超市。门口竖着一个小黑板：超市规则：1、超市的肉很新鲜，但都不可以吃。2、蔬菜都是当天新进的货，可以放心食用。3、每个人只能买1天的量。4、超市每次只能供应20人的食物，人越少越好。看到最后一条，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，这是让大家自相残杀呀！我看了看自己的小身板，感觉都不够别人塞牙缝的，更何况一栋楼起码有上百人，看着已经走进去了好些人。我麻溜地跟了进去，超市的门在我进去之后便自动关上了，而外面没来得及进来的人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里面。防护服和防毒面具的使用时间是1小时。我转头先去拿一些要吃的东西。我是个无肉不欢的人，看着新鲜的肉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但规则里提到超市的肉不能吃，于是我艰难挪开了目光，走向了旁边的零食区，拿了几桶泡面。看到超市有卖南瓜饼，我下意识拿了几袋，为了节约时间，不敢在超市逗留。买完东西就准备离开，刚走到收银台就看到上面贴着的规则：1、超市的后门是商品运输通道；2、任何人都有可能是贪吃鬼假扮的，贪吃鬼喜欢吃肉，如果遇到危险，可以把身边的人丢出去。我看向旁边站着的几人，他们在看完规则后，主动往后退了几步，相互之间保持了一些距离。我拿出手机把规则拍下来，等平安回去之后，再慢慢分析这其中的窍门。紧接着付完款，大家都默不作声地往后门走去。出了门，所有人如脱缰的野马，
迅速朝家的方向跑。大家都穿着防护服，只要把东西藏好。雾这么大，很难有人认得出来。我刚跑出来还没有一会，就撞到一个瘦弱的姑娘，蜷缩在椅子上。我默默放慢了脚步，见我走来，小女孩可怜兮兮道：“姐姐，我的东西被坏人抢走了，你能帮帮我吗？”她满眼含泪地看着我，不禁让人心生怜悯。可一想到她可能是贪吃鬼假扮的，我当即忍下心，径直从她面前走过。她喊了半天，见我没理她，重新看向了后面的人，继续求救。突然身后传来一阵若隐若现的惨叫声，女孩果真的是贪吃鬼，我吓得一个哆嗦，赶紧进入电梯。在电梯门关上的前一刻，一个穿着缩小版防护服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，是李姐的女儿大宝。她一双无邪的大眼睛怯生生地看着我。小周姐姐，你看到我妈妈了吗？我妈妈上次出门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我回想起李姐在我家门口发生的事情，心中不免有一丝愧疚。我咬了咬嘴唇，将南瓜饼递给她。乖乖快回家，妈妈去给你买玩具了，她让你在家等她，记住不要给任何人开门哦。那万一是妈妈敲门呢？大宝突然伸手拉住了我的衣袖，我吓得一个寒战，想到贪吃鬼有可能会伪装成任何人，猛地将胳膊抽了出来。妈妈有钥匙，会自己开门的。大宝乖，先回家，别让妈妈担心。此时电梯门刚好打开，宝宝似乎没有看出我的防备，对我说了声谢谢后跑开了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不知道把自己的食物分享给大宝会不会违反哪条规则。群里再次发来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家里也不一定安全，请提高警惕，因为贪吃鬼会假扮成你的亲人，但他们害怕一切可以反光的东西。看着这条规则，我一脸莫名其妙，这和家里是安全的这条规则相矛盾，到底哪一条规则是真的，哪一条又是假的？我忧心忡忡地打开房门，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映入我的眼帘，我的心跳如同擂鼓一般砰砰直跳。妈！叫了一声后，我立马清醒过来，因为我妈4年前已经出车祸走了。我做了你最爱吃的鸡公煲，快过来尝尝。我妈抿嘴一笑，还是以前的模样。我惊恐地看着她，一脸难以置信。这丫头傻了吗？赶紧进来吃饭。进门后，我僵硬地看着她在厨房里忙活，明知道她是贪吃鬼假扮的妈妈，但还是不自觉地红了眼眶。妈，我有东西落在房间里了，我去拿一下。我猛地转过身走向卧室，然后锁紧房门。就在这时，门突然被一股很大的力道推开，我妈站在门口直勾勾地看着我。门是反锁着的，她是怎么打开的？丫头，吃饭了。说着就朝我走过来。情急之下，我拿起床头柜上的镜子朝他照了过去，面前的贪吃鬼发出一阵奇怪的惨叫声，接着便原地消失了。隔天一早，防护服和防毒面具再次送来，我穿上小镜子去超市采购了一天的食物。我担心自己踩雷，每天都会把规则背上几遍，让他们烂熟于心。我发现给大宝食物并没有违反规则，于是每次去超市都会带一些他喜欢的食物回来，然后挂在他家的门把手上，待我敲5下门后离开。终于熬到了第7天，业主群已经解除禁言，但几乎没有人在群里发言，因为大多数人都因为违反规则死掉了。下午我刚买完东西准备结账，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惨叫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我就被人推倒在地，怀里的镜子也被摔得粉碎。再次起身，我发现一个男人提着一大袋肉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。他是贪吃鬼，如果遇到贪吃鬼，可以把身边的人丢出去。我震惊地看了一眼推我的人，他先是心虚地瞟了我一眼，然后迅速地跑开了。另一边的贪吃鬼则缓缓走来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小手突然拉住我，姐姐，跟我来。是大宝。接着大宝领着我来到超市厕所，贪吃鬼则在外面不断地砸门。大宝说：姐姐放心吧，他们进不来的。我惊讶地看着大宝，你怎么知道？大宝指了指一旁的马桶盖，马桶盖上方写着一条新规则：超市厕所是唯一可以离开小区的出路。大宝，你怎么知道这个？我颤抖地询问。其实我和妈妈已经玩过好多次这种游戏了。我赶紧拿出手机，把这条规则拍下来发到了群里。我们有救了，赶紧来超市厕所集合。很快便有人回复我，不要相信他，他在说谎。我亲眼看到他被贪吃鬼抓走了，可我明明被大宝救了呀。妈妈，我想喝南瓜粥。我不是你妈妈，我是你的小周姐姐。这一刻我顿悟了，大宝说他和妈妈玩了好几次这个游戏，也就是说李姐是上一次游戏中存活下来的人。现在大宝和我活下来，我就是他的新妈妈，而我则变成了下一个即将死去的李姐。这是一个无限循环，要想逃出去，我和大宝只能活下来一个人，而大宝就是贪吃鬼。